其实我早就看上你了。你这般姿色，没想到景王这么快就舍得放手，真是可惜了。本王的女人你也敢碰？信不信本王废了你？殿下，是我错了，我这就走。站住！今日之事，若是敢泄露半分，衡阳郡主就该为他的儿子办丧事了。明白，殿下，我没见过任何人，是我自己伤的。滚！麓山围场多的是巡视的禁军，你就不怕连累燕妃娘娘吗？此处并无禁军巡视，若是王爷没有见过我，便不会连累燕妃娘娘。熟悉围场地形，倒是有备而来。你是为了去西山矿场找人证？我做什么，都与王爷无关。启禀将军，此处巡查完毕，去那边看看。是。配合本王演戏，不然你就是行刺皇子。这边没有。我去那边看看。走，我去那边。这儿也没有。这边没有。这里也没有。这招还是你教本王的，若是被发现，你也去不了西山矿场。老爷，李青果然被藏在西山矿场之中。矿场内偶有矿工闹事，李青就关在闹事矿工的地牢之中。西山矿场的庐陵军守将杨震早已暗中投靠了太子。张印这招灯下黑，够大胆。那我们岂不是要在太子眼皮底下抢人？我若是扮作侍卫的话，肯定会引起太子注意的。看来掳走李青还是要从长计议啊。王爷，洪都司来信说，殷将军查到刘嬷嬷堂上美人，梅林姑娘也被秘密请入将军府中。不知殷将军找我有何事？审一个美人，不劳烦殷将军亲自动手。你不是普通美人，你是西燕探子。按大言律，探子要受炮烙之刑。将军说我是西燕探子，可有证据？这便是证据。将军误会了，这个伤是我下厨的时候不小心烫的。
说，谁是你的主子？是不是景王？人人皆知，梅林是景王的人呀。你以为你凭什么受宠？无非是你这张脸，与我们将军有几分相似罢了。将军凭什么动私刑？就凭你不配用这张脸！住手！将军，你滥用私刑，丢的是本将的脸。这次事情按违抗军令处置，自己去领20军棍。若还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将军，他是景王的人。出去。是。殷将军，我不是吸烟探子，还请将军明察。你这伤是怎么来的？我不小心烫伤的，是个意外。什么意外？将军想问什么，问本王便是，何必要大费周章的把本王的美人请到这里来？他对本王没有秘密，毕竟美人身上有几颗痣，本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本将接到密报，有人逼迫吸烟美人做探子，监视朝臣，手腕上皆有一样的伤疤。他是你的人，他自然是本王的人。你知道本将在问什么？好吧，那些美人是本王烫伤的。为什么？鸿胪寺人人都知道阿梅与本王的情谊。有人故意嫉妒使坏，烫伤阿梅，本王自然看不过去，必须要以牙还牙的报复回去。你不用拿他当借口。景王不是会参与这种事的人。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梅，自然舍不得她受半分委屈。你不是耽于情爱之人。往年德家皇后唠叨那么多，人长大了，总是会变的。方才殷将军说的密探是怎么回事？太子拿你没办法，便仿照你的烫伤，借机诬陷本王，利用吸烟美人笼络朝臣。觊觎储君之位，那些美人会不会有事？本王赢了，他们便不会有事。王爷已经想到办法了，杀张印就可帮我们破局。是我的失职，待我抓回张印，再跟王爷领罪。派出所有人。务必抓活的。是。什么？他还活着？他从景王府逃出后，往城郊据点去了。好个张印，竟能骗过本宫，还从景王手上逃了出来。带上所有人，这次本宫要亲眼看着他死。是。就在那儿。
碧气血只能撑1个时辰，剩下的就靠你了，王爷。王爷吩咐，让梅林姑娘在此等待。王爷赢了。是我们赢了。那些美人没事了。你放心，本王会想个办法送他们回西燕的。你受伤了，为何不穿金丝软甲？我是故意的，不然瞒不过太子。就是小伤，不碍事。这是军中的伤药，可能会有些疼。王爷，我不怕疼。疼吗？没事，小伤而已，死不了。不怕死，不怕疼，你这人就没什么怕的吗？我有怕的，我怕我阿娘。人有牵挂，才会惜命。本王记得你说过，你的簪子是沟通阴阳之所。本王相信，你娘在天上看到你这么拼命，也会担惊受怕的。你谁呀？谁？出来！谁在那儿？出来！谁在那儿？张大人，你是？张大人不记得我了。威北军先锋营庞七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也死了。认罪！向威北军每一个人认罪！庞都头，我知错，我认罪。向他们认罪！是。魏北军戍守六城，我认罪。魏北军副将杨东虎，我认罪。魏北军百夫长王福田，我认罪。
这世上已无魏北君，你却执意跟着本王，宁愿活在这种地方。本王一定会带你，带他们离开这里，活在阳光下。这个香囊应该可以让他睡得好一点吧。王爷，啊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喝酒了？你别动！你在幻觉里就是这么对本王的，凶得很。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当然要凶啊，不凶是会被人欺负的。那你那么凶的人，不也怕你阿娘啊？我阿娘她总想让我嫁人，她着急把我赶出去。哼，你不想嫁人？主要是赘婿不好找啊。为什么非要找赘婿啊？因为我阿爹常年在外面打石头，家里面只有我能照顾我阿娘。我本想照顾我阿娘一辈子，所以怕是因为在乎。那你怕本王吗？王爷是好人，我当然不用怕。本王可不是好人，你对本王做的事，本王一桩桩、一件件都记得。本王还记得第2次你见本王的时候，就咬破了本王的嘴巴。那这样，若是王爷计较，王爷可以咬回来。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待到我们扳倒太子，再还给你。想跟你阿娘说话，就来找本王。皇上允了将军自主择婿，便是希望将军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选。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美，自然舍不得她受半分委屈。冬梅，人长大了，总是会变的。
王爷，王爷，西燕探子之事算是彻底解决了，太子也算是自食恶果。听闻在延明殿一直磕头，父皇就原谅他了？哼，父皇到底还是心疼大哥呀。其实皇上还是宠爱王爷的。今日殿上，皇上还提及了殷将军的婚事。其实皇上更乐意看到景王府和殷家联姻，这些都是刘忠刘公公亲口告诉我的。而且，他还吩咐了之前所有的美人，无诏不能出入鸿胪寺。青燕以为，皇上这是在提点王爷。这父皇怎么又乱点鸳鸯谱啊？吩咐连秀，带到梅林分封入府，以侧妃之礼相迎，最好能让父皇他断了赐婚的念头。是。这双林苑是不是小了些啊？哦，除了王爷的瞻月阁，就属双林苑最大。况且双林苑离瞻月阁最近，阳光最好。王爷的意思是让梅林姑娘直接搬进王爷的瞻月阁？嗯，就双林苑吧，坏了规矩，总是不好的。殿下是最不讲规矩的人了。嗯。留着吧。大司农的花奴前不久刚培育出几株豆绿牡丹。皇上也赏了景王府一盆，王爷若是喜欢赏花，本王就喜欢这些死不了。入土即安家，荒年充饥，盛年簪花，可比那些什么牡丹强多了。很久没见王爷这么开心了。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带到我们扳倒太子，再还给你。想跟你阿娘说话，就来找本王。你是在担心我，是不是？梅林姑娘，该喝药了。刘嬷嬷，哎，蜜饯。王爷说了，这几日啊，姑娘便能尝到味道了。这几支蜜饯是王爷特意吩咐备下的，给姑娘压压苦味儿。多谢刘嬷嬷。再有几日啊，就分封了。姑娘啊，到了王府谢王爷才是。等我味觉恢复了，我第一个告诉王爷。那我先退下了。好。他可照顾我了。他照顾你什么了？他做什么了？他天冷了叫我加衣，吃饭还总担心我没吃饱。这就是喜欢。对啊，我也经常叫你穿衣吃饭的。那我开心，他也开心；我不开心，他也会哄我开心。还有，
我说过的话，他记得比我都清楚。难道这还不是喜欢吗？他喜不喜欢你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你喜欢他。阿佳，我不准你说话。阿梅，你说呢？他是不是喜欢我？你为何不亲自问他？就是，一回西安你就问他，他要是连喜欢你都不敢说，便不跟他好了。阿梅，你尝尝。红炉寺的花糕做的是好看，就是不怎么甜。甜的。阿梅，你干什么去啊？雨还没停，还下着雨呢。阿梅，分封在即，和亲美人无照，不得出入红炉寺。他已同教习嬷嬷告过假了。月清公子，姑娘，分封前所有美人禁足红炉寺，是圣上下的命令，即便是告了假，也不能出去。听说，这次禁足是一枚吸烟的探子，公子之前为姑娘打掩护告假也就罢了，如今公子马上就要回西安了，还是应当谨慎行事为好，以免连累自身呢。多谢大人提醒。抱歉，这次没有帮上。我说之前向教习嬷嬷告假如此容易，原来是公子在帮我。多谢公子。我送你回去吧。公子，公子，查到了，美人烫伤一事是景王府派人所为。原来这才是送他们回西安的真正原因。哼，什么吸烟探子，分明是做了大燕夺嫡之争的棋子。梅林，他们又怎么会在乎棋子的死活呢？公子，您的意思是提醒梅林姑娘？当然要提醒了。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派人去芳豪殿传个话，就说阿兄需要自古帮忙。哦，是。王爷，一夜没睡，回去歇歇吧。詹月阁也不在那边啊，他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王爷，
王爷，您来早了。午时后，鸿胪寺才会将分封的美人送往各处府邸。现在几时了？刚过辰时。分封时，你亲自去接她。是。娘娘从前总说，待王爷娶了自己喜欢的女子，便会知道何为朝思暮想。真没想到因祸得福，我们还能回西安。来了一趟大研，也算是长见识了。就是阿黛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去。阿姨、阿佳，你们路上保重。阿梅，你也要保重。若是景王对你不好，就跑吧。您放心，阿梅比我们都有本事，跑到哪儿都不会吃亏的。嗯。你们两个到了西安，记得报平安。阿梅保重。上车吧。保重啊。阿兄，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你就早点回大研，把梅林接走。阿兄不在的时候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若是景王为难你的话，就去找皇上告状。你放心，你说的我都记着。梅林，梅林，公主，我阿兄说他很快就会回大研的。阿兄，我跟梅林都等着你回来。公子，早日回来。万事小心。路上保重。公子，时辰不早了。对了，梅林，我们得赶紧走，圣旨要来了。好。云燕、伊谷、东宫、阿兰、灵草、庆王府、阿明、阿燕、殷将军府。此人好像在哪见过。是东宫暗卫，要赶紧通知公子。梅林，梅林，梅林，你的圣旨马上就来了。公主，圣旨到。梅林接旨，西安梅林德行出众，才行过人，为和亲之任，特选入芳华殿侍奉燕妃，钦此。梅林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哎呀，其实都是皇上他不让我说的。皇上他也是为你好，他怕景王提前知道了会过来阻拦，所以……公主，你的好意我都明白。我有东西忘了给月清公子，我赶紧去送给他。啊，那你快去。你还是素净一些好看。
其实盛装也不错。王爷，来了。王爷，梅林姑娘被分到了芳华殿。王爷，燕妃娘娘让奴婢转告王爷，梅林姑娘舍不得月琴公子，追出去送人了。王爷不必白跑一趟。妾追上西燕使团。是。梅林，是月琴无用，没能护住他们。阿佳，阿佳，醒醒！醒醒！阿佳，阿姨，别睡了，起来，醒醒，起来！梅林，我会带他们回去的。我送他们回去。你冷静！他们不该这么回去。他们都是被无辜卷入大燕夺嫡之争的棋子，而我并非知棋之人，纵使有心，也无力相救。你们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有个东宫的暗卫跟着你们。是不是太子看到？梅林，你别冲动。你现在是芳华殿的人，我们的荣辱安危是一体的。相信我，没有人敢轻易的伤害你。活着等我回来。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，可以去问景王。姑娘们，我会带回去的。公子，他们就拜托你了。大人此时不宜露面，否则殿下的手就洗不干净了。我不想再看到第二个阿泰死在我的面前。太子拿你没办法，便仿照你的烫伤，借机诬陷本王，利用西燕美人笼络朝臣，觊觎储君之位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马匪为财，毒害我西燕人，已经被就地正法。如此，于大燕和西燕都有一个交代。月琴公子果然周到啊！还请让太子殿下开恩，让在下带他们的尸首回西燕安葬。月琴公子真是仁慈。事迹已毕，我还要回东宫复命，就不送月琴公子了。贵人好走，
时辰快到了，该走了。美人分封之事已成定局，皇上是不会见王爷的。王爷还是请回吧。本王会再想办法的。总之，不会让你对那10个美人做了什么？他们手腕上的烫伤，是你做的？是本王烫的。我之前问过你，你骗了我，为什么？你烫伤自己也没有告诉本王，本王跟你一样，只是在拖延时间罢了。可是你明明知道阿黛她是因何而死，本王无意杀人。可你烫伤他们的时候就是在杀人。那10个美人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因为被你选中，做了你的妻子，就落得今日的下场。我也是你的妻子，我还想着和你同行复仇，不可笑吗？棋手与棋子合作，是为了赢，不是为了掀翻棋盘。棋子永远也做不了赢家。我想做的，不过是替无辜者们讨个公道。本王又何尝不是呢？本王做这些，不过是为了纵火的罪人能够伏诛，为了魏北军能够洗刷冤屈，为了青州无辜的10万亡魂能够安息。可你用这样的手段替无辜的亡魂们伸冤，你自己说出来不觉得可笑？对付屠杀了10万百姓的凶手，还要讲究手段，本王同样觉得可笑。你以为我们面对的是谁？我们的仇人是当朝太子。朝堂之争不亚于上战场，在战场上除了赢，无暇顾及其他。今后的路，是我不能与王爷同行了。王爷，那10个美人被太子灭口了。什么？我追上使团的时候，美玲姑娘已经知道美人被灭口的事情了。月琴很有可能已经和太子达成同盟。灭口美人若无他人相助，不会如此顺利。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都告诉我。大人，他们把尸体抬上去就走了，小的什么都没看见，先告退了。是吸烟独有的闭气丸。王爷，驿站的管事说，东宫的猛犬来过。王爷猜的果然没错，月琴和太子已经达成同盟。青燕啊，咱们小瞧他了。公子，放心吧，幸好有闭气丸，我们骗过了太子。天色不早，休整片刻，
我们便继续赶路吧。月琴公子这出戏演得好啊，一石二鸟。我西燕子民岂能枉死？梅林也不该受你的欺骗。王爷，你们给梅林写封平安信。梅林已经担负了青州10万亡魂，你又何必再给他平添10条人命的负担？不必美人们写信了。这封信本来是要等回到西燕之后再交给他的，既然王爷已经来了，便劳烦王爷转交吧。王爷的谎言总会被戳穿，无需月琴用这么多人命作戏。慕容锦和，你不配与他同行。走。王爷不看看信的内容吗？至少他不会害梅林。可若是月琴公子在信里面添油加醋的话，梅林姑娘就更加记恨王爷了。来，公主，干杯！我跟你说，分封那日，景王进宫面圣，想把你要去景王府，皇上让他吃了闭门羹。我以为这2天他会闹腾，没想到他还挺安静的。公主，景王求见。景王，这里是芳华殿，我有圣旨，你不能带走他。燕妃娘娘多虑了。梅林既已赐给了芳华殿，儿臣又岂敢带走娘娘的人？儿臣只是与梅林说2句话，便会离开。今后的路，是我不能与王爷同行了。我和王爷已无话可说。那些美人没死，就算你不信本王，也该信他。梅林、勿念，他们均已平安回到西燕。当时隐瞒真相，实属无奈，否则不会骗过太子。千万珍重，活着等我回来。本王从未想过要害死他们。我知道，只是他们的生死，从来都不是王爷首要考虑之事罢了。这本是特意为你准备的，从双林院带来的。既然已经分道而行，此后王爷也不必再演戏了。
王爷正好在宫里，皇上有事召见殿下。父皇，喝茶润口。怎么，嫌朕啰嗦了？父皇的用心，儿臣都明白。你既然明白，往后不准再去芳华殿。老三，你该去妃了。往年你母后由着你性子闹，朕可不能由着你。殷将军来了。微臣叩见皇上。殷将军，请起。麓山春猎将近，围场各处已经校点完毕，均无疏漏。好，殷将军，坐。落梅啊，此番换防回京，也该考虑成婚了。如今大研边境尚不安稳，臣婚嫁严祀乃是天道纲常，怎么能因为公事耽误你的终身大事？你不必顾虑其他，尽管依照自己的心意去选。落梅不愿将儿女之事多挂于心，不如这样，春猎夺魁者，不论身份几何，落梅都愿与之结为良缘。好，魁首必是英豪，自然堪比将军。老三，朕记得你上战场前年年都是魁首啊，想必今年也不会令朕失望。若是景王殿下想赢，魁首定是囊中取物。好，春猎后，朕便赐婚。父皇，儿臣的身子已经大不如前了，如今只能猎些兔子。朕已经答应殷将军自主择婚，是否选魁首，殷将军说了算。春猎之后，臣定给皇上一个答案。本王从未想过要害死他们。王府近日寻了一个青州厨子，等你分封到了王府，恢复了味觉，厨子好不好，你来评判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待到我们扳倒太子，想跟你阿娘说话，就来找本王。阿娘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看不懂。梅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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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，你放心，景王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
皇上给他下了禁令，不允许他再来芳华殿了。这是景王画的。难道之前传的景王对你用情颇深都是真的？哎呀，不对，景王对你绝对不是真心的。我母妃说了，在后宫真心待你的人，都是默默对你好的。人尽皆知的宠爱只会害了你。景王对你绝对别有目的。不行，我们得去求一求天神，让他不要再缠着你了。求天神？这个就是我们西燕的忘忧花，只要你用它向天神祈福，它沉入了水底，这辈子你就再也见不到那个让你讨厌的人了。忘忧花。我跟你说，忘忧花可灵了。子玉欺负我的时候，我就用它向天神祈福。结果隔天我就来和亲了。真也好，假也罢，既已成陌路，就都不重要了。西山矿场和麓山围场相距仅50里。本王一旦在围场遇险失踪，父皇肯定会派驻扎在西山矿场的庐陵军进山搜索。到那个时候，也是你抓捕李清的最佳时机。王爷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万事小心。放心吧，你即刻动身。若有任何事，用飞书传信。是。梅林是不是还在芳华殿？对，燕妃娘娘身边的人说，梅林姑娘不想见王爷，所以留在了芳华殿。好。三弟，人人都说你剑法卓越，此次春猎魁首必定是你。本宫却以为此事未定。哼，大哥说的是啊，本王已经不参加围猎多年，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了。殿下，杨真按照计划已经将西山矿场的战俘放了出来，不出3个时辰，庐山必定有西燕战俘的痕迹。届时我们的杀手伪装成战俘行刺，那就算失败，也是杨震的失职之过了。这一次围猎刺杀，本宫一定要得手，不许失败。明白。翻过2座山，便是西山矿场。站住！吁！这不是景王身边的美人吗？怎么不在燕妃身边？还这副打扮？美人，其实我早就看上你了。你这般姿色，没想到景王这么快就舍得放手，真是可惜了。本王的女人你也敢碰？信不信本王废了你？殿下，是我错了，我这就走。站住！今日之事，若是敢泄露半分，衡阳郡主就该为他的儿子办丧事了。明白，殿下，我没见过任何人，是我自己伤的。滚！
麓山围场多的是巡视的禁军，你就不怕连累燕妃娘娘吗？此处并无禁军巡视，若是王爷没有见过我，便不会连累燕妃娘娘。熟悉围场地形，倒是有备而来。你是为了去西山矿场找人证？我做什么，都与王爷无关。启禀将军，此处巡查完毕，去那边看看。是。配合本王演戏，不然你就是行刺皇子。这边没有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好，我去那边。这儿也没有。这边没有。这里也没有。这招还是你教本王的，若是被发现，你也去不了西山广场。杀手伪装成战俘，看来太子此次借的刀，也在西山广场。将这2具尸体抬去显眼的地方。还有，你们2个跟上梅林，务必保证她的安全。剩下的人，掩护本王去落日崖。是。玉，殿下，咱们的人差点被殷将军发现，人跟丢了。不可能一次得手，多派人，不要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。明白。去。洛梅，你确定不是传闻吗？我怎么没见过麓山围场里有吃虎？反正你要陪我猎狐，你打输了就得守诺。传说2个人一起看到赤虎，便会生生世世相爱。
将军是为了择婿之事伤神，是姑母告诉殿下的。此事何须娘娘提醒？她只是叮嘱我努力夺魁。但我知道，将军内心里已经有人选了。我又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如果可以，洛梅愿镇守边疆，终身不嫁。可我是殷家的女儿，婚嫁由不得自己。其实有个办法。此次春猎，只要将军夺得魁首，父皇那里或许能再拖一时。选猎愿将猎得的猎物送给将军。我当然希望你在赐婚圣旨上写下我的名字。可比起这些，我更愿你仍像从前那般，敢爱敢恨，肆意洒脱地活着。洛梅，只要我慕容玄烈活着，我不会让任何事令你伤神难过。陆山有赤狐的传说是真的。也许，我手里的这把刀，确实不合适了。天黑前赶到，才有机会混入西山矿场。杀了他太便宜他了，我们应该做的，是要让他给青州的10万亡魂谢罪，给枉死的威北军将士谢罪。殿下，死了2个，这次春猎，看来景王是有备而来。时间不多，务必赶在进军之前解决他。殿下放心，景王必死无疑。请。他心机深沉，何须我担心？他就是当年的魏北将军，我们一起上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真的战俘？
为什么回来救本王？本能罢了。我和王爷不同，见不得人平白死掉。哎呀，老天对本王真好啊！要不是这悬崖底下有深潭，咱俩的小命恐怕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王爷早就知道这悬崖底下是深潭，你是借此来脱身的。以你的心机，怎会料不到太子的杀精？哼，哎，我就不该回来。哎，你不能走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愿意和王爷同行。你既已选择回来，本王便不会再放你走。这可不是王爷说了算的。天快黑了，没有本王，你以为你能活着离开这里？不劳王爷操心。你即便去了西山矿场也是枉然，李青只能在本王手中。你若敢破坏计划，本王会杀了你。我现在就能杀了你。小心！你与本王是同路之人，亦有同样的目标。留下来，留在本王身边。蛇有毒，你想活命的话，必须马上放血。本王知道。蛇毒已经麻痹了下肢，必须解毒。我先送你回鹿山。不必，沿溪而行，下游处有一猎户小屋，那里备了药。无论你有何计划，我见不得无辜之人枉死。放心，这句做饵的是本王自己。是景王大剑，快去上报！是。战俘怎么会出现在皇家禁院？此处50里外就是西山矿场，里头做工的人多是西安战俘，战俘私逃是常有之事。或许是守卫的禁军中有人疏忽了。皇上，是臣的失职，请皇上恕罪。父皇，殷将军接手禁军不久，底下有人疏漏，自是难免。起来吧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老三。皇上，这些战俘都是上过战场的士兵，如今正是穷寇之境，不可不防。臣提议，禁军封山搜索。父皇，封山搜索要调度大量的人手，列宫守卫难免有虚。殷将军，你留下保护父皇，而臣自请寻人，定会在天黑之前找到三弟。皇上，臣也……朕知道，留你在列宫，你也不安心。殷将军去西山矿场，调遣庐陵军支援，战俘叛逃，本也是他们失职。臣遵旨。给我仔细着点，你们去那边。是。
走，我们去那边。围场里都是武器，那边真是出什么事了？那边，走仔细了。将军，整个围场都找不到梅林，景王的失踪会不会和他有关系？或许有，但无论如何，先找到景王再说。殿下，顶多1日，麓山猎场上下都可以搜完，定能找到景王。可是，殷将军不出1日，也会调兵回来。这，传讯给杨震，让他尽力拖延。杨震恐怕拖不住啊。让他尽力，记住，只许拖延，不许怠慢。是。慕容景和，10年前，你就该消失在这世上。歇一歇吧，走不动了。这个号角声什么意思？父皇下令狩猎封山。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西山矿场的守将是东宫的人，本王故意制造出遇难失踪的假象，是为了给青燕制造抓捕李青的机会。所以那些西燕战俘是你放的，为了故意制造混乱。他们是太子放出来的替死鬼。秋江之战，本王大破西燕军，他们的主将自杀，其余的战俘都被关在西山矿场做工。秋江战俘私逃到猎场，意图报仇，杀死本王，合情合理。那太子若是领队封山搜索，我们岂不是成了笼中鸟？他们封的是麓山，这里是中山。蛇毒麻痹了他的神经。本王渴了，去给本王打些水来。我扶你。快去！走啊！
你已经服了解毒药，蛇毒很快就会好了。谢谢。我曾经做过3年不能自理的瘸子，期间的痛苦和屈辱程度远胜今日100倍。夜里梦魇之际，我怨过、恨过，也后悔过。后悔当年谨遵不杀百姓的军令，才使冉青逃脱。住手！刀口不准对向百姓，否则复仇之战不会打得如此艰难。其实我很佩服你，同样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你却自始至终坚持做一个好人。做好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渭北将军背负污名，却直至最后仍在守护百姓。他是好人，是英雄，我很是敬佩。如今的景王不配做渭北将军。可他们从来都是一个人。如果当年的事情重演，我不确定会不会做和当年一样的决定。等打赢这场仗，让青州真相大白，本王欠下的债，本王会一力承担。哪怕是赔上性命。